崇祯愧对列祖。奏大明皇帝上路！这不可能！咱的江山，咱的大明！朱元璋震惊地看着天幕，惊魂未定。你是谁？我是虾仁，是这时光列车的缔造者，也是世间唯一的灵魂收割者。在虾仁展示时光列车的时候，朱元璋脑袋一阵刺痛，脑海里随之闪过无数的回忆片段。老朱，这是之前的记忆，你拯救大明的计划已经历经98次失败。穿越者回到现实，就会立马失去穿越时的记忆，这是副作用之一。另一个副作用，虾仁看着面色惨白、头发花白的朱元璋，继续说道：“便是需要穿越者提供生命力来驱动列车。老朱，你的身体……咱不甘心，就差一点点，咱要继续。老朱，你的生命力只够驱动列车进行最后一次跨越时空了，一旦启动，无法撤销，生命也将终于第99次。你可想好，无论失败与否，灵魂都会永远留在这列车之上，不得轮回。竟是最后一次，咱从一个乞丐打下了这偌大的江山，为什么咱的子孙会如此不孝？咱的大明不该是这个结局，绝对不该！”就在这时，列车发出一道新的天幕，上面浮现出陌生的符文。等等，系统侦测到强烈的执念波动，机制似乎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。什么意思？给咱说清楚。因为你是第一个历经98次失败的穿越者，所以激活了隐藏模式列祖巡游。列祖巡游？是的，你将无法再像以前一样跳跃到任意的时间节点去改变历史，你的生命力已经不足以支撑那种程度的干预。连跳到事发之前都做不到，还谈何拯救？但时光列车会将带你依次穿越到你之后的每一位大明皇帝面前，并获得与他们对话的机会。和咱的每一个子孙对话？是的，从你的皇太孙建文帝朱允文开始。好，咱要告诉他们谁是忠，谁是奸，谁该杀，谁该留。第一站朱允文。咱当年真是瞎了眼，咱以为你仁厚，却不曾想这天下最大的祸乱就是从你这仁厚开始的。这次让皇爷爷亲自来教你怎么当皇帝。倒计时5、4、3、1。你们是何人，竟敢私闯大内？来人，护驾！但他身边的侍卫却毫无反应，仿佛根本看不见这诡异的一幕。朱元璋没有理会朱允文的惊呼，只是一字一顿，用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允文，你的仁慈将会断送咱的大明江山。”死去的爷爷竟然站在一辆诡异的列车上跟你对话，妖言惑众，一派胡言！来人，给朕拿下！陛下，什么东西？侍卫左看右看，也没看见除了朱允文之外的人。陛下，这是累除一症了吧？混账东西，你也敢愚弄朕！陛下饶命，奴才真没看到啊！确诊了，是精神分裂症。别无能狂露了，除了你，别人都看不见我们。朱允文惊恐看着眼前这人，特别是这面容苍老、龙袍破旧却气势逼人的老人。你们，就这还想拿下咱？朱元璋失望地看着面前这个只会大喊大叫的不孝子孙，继续说道：“昨夜你是不是在暖阁平退了所有下人，只留下齐泰和黄子成2人？这件事是最高机密，除了天知地知，只有我们3人知晓。咱还知道你们要削藩，对不对？”朱元璋的声音陡然提高，如同炸雷在朱允文耳边响起。你忌惮你的那些叔叔，怕他们拥兵自重，威胁你的皇位，尤其是你四叔燕王朱棣。朱允文惊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自己所有心思的都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蠢货，你还想削汉景帝，先拿朱棣杀鸡儆猴？你若动你四叔，他必反。不会的，四叔他不敢。他不敢？朱元璋厉声打断了朱允文天真的辩解。咱告诉你，他马上就会打着清君侧、靖国难的旗号，从北平一路南下。你派出去的李景龙也是个草包，会把50万大军败得干干净净。剩下就是你倚重的那些个文臣，你认为他们能挡得住朱棣的铁骑精锐吗？朱元璋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朱允文的心上。不出3年，你的京城就会被他攻破，而你朱允文将会在一场火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朱允文跪倒在地，他听着这一字一句，窒息而崩溃，眼里交织着恐惧、震惊种种情绪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对朕的一切了如指掌？就在这时，虾仁的声音响起：“老朱，时间到了！咱是你皇爷爷朱元璋。”朱元璋对着失魂落魄的孙子吼道：“允文，你给咱听好了。妖物不，皇爷爷，记住咱的话，想坐稳江山，就先杀了方孝孺那个书呆子，然后立刻把朱棣诓进京城圈禁起来，千万不能让他回到北平，否则大明危矣。生命力10%，收取成功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方才您在对谁说话？”朱允文没有回答，他的脸上是极致的惊骇与茫然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这是梦还是？陛下，您刚刚一直说什么妖物皇爷爷的？您没事吧？”吓老子一跳！滚出去！给朕滚出去！是奴才告退。不，今天的班儿到此为止了。
先杀方孝孺，再圈禁四叔。方孝孺是朕的老师，朕若杀他，天下士子会如何看待朕？四叔又是朕的亲叔叔，朕将他骗入京城囚禁，跟禽兽有什么区别？朱允文的内心剧烈挣扎着。来人，传其态，皇子成觐见。是。陛下深夜召见，不知有何事？朕问你们，削藩之事，要是燕王不从，起兵造反了，应该怎么办？齐泰和黄子成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以为然。陛下多虑了，他要是敢反，那就是以卵击石。黄大人所言极是，陛下，燕王乃人臣，陛下为君父，他若起兵，便是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可燕王的兵马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，兵在精而不在多，更在于大义。周王、代王等藩王都被我等顺利拿下了，他散个的。此时我们应该乘胜追击，一举把燕王也给拿下。我的妈！王爷爷说的没错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四叔的实力有多恐怖。朱允文看着盲目又自信的两个子皇，他知道指望这两傻逼是没戏。你们都退下吧，让朕再想想。深夜，一名身着飞鱼服的锦衣卫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书房，单膝跪地。陛下，北平密报，快说。燕王经常衣衫不整地闯到城里抢人家酒食，嘴里还全是疯疯癫癫的话。北平的官员百姓都说燕王是因恐惧朝廷削藩，从而得了失心疯。都是些市井之言，赶紧说重点。哎呦，咱陛下可真是英明神武。严肃点儿。是，咱探子发现燕王府后院的马厩正在扩建，兵器库的锻造炉火，且彻夜不息。还有当年跟随燕王征战的退伍老兵，也从四面八方潜入北平城。锦衣卫的每一句话都重重锤在朱允文的心坎上。是真的，王爷爷，四叔竟真的要反，可孙儿不能像您一样双手沾满鲜血，一定有更好的办法。朱允文的内心挣扎许久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还得是我想出这么个人义两全的办法。朱允文胸有成竹地看着自己写圣旨，仿佛黎明就在眼前。下人，快来看，允文下旨了，指定是抓朱棣的。历史的轨迹确实发生了一点变化。咱的大明是不是保住了？允文的皇位是不是也稳了？老朱，你的干预让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提前了，而且最多1年，朱棣就能拿下应天。怎会如此？允文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朱元璋想不通，自己的预言和警告为何会起到反效果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燕王叔父朱棣镇守北平，屡建奇功，朕心甚慰。然念燕王世子高绪、高遂久未承欢膝下，朕于心不忍，特召2人即刻入京，陪伴燕王，以尽孝道。朱棣回想着今天的那道圣旨，问道：道爷，你怎么看？王爷，那不是圣旨，是催命符。姚广孝平静地看着朱棣，一开口便语出惊人。说下去。2位世子早已成年，何来承欢膝下之说？这分明是效仿古人，召王子入朝，名为侍奉，实为扣押。下一步怕不是就要召您入京了，到时候您是去还是不去？去，就14头罗网；不去，就正好给了他削藩的口实。王爷，见闻小皇帝看似宅心仁厚，处处讲着仁义道德，但他背后的齐泰、黄子成之流却是狠辣的酷吏。他们这是要将猛虎的爪牙一根根拔掉，再关进笼子里慢慢宰割。那本王应当如何？王爷，臣夜观天下，此时为起兵最好时机。我若起兵，岂不成了乱臣贼子，背负千古骂名？骂名？难道您想去阎王爷那里讲君臣之义吗？可百姓也都支持朝廷，怎么办？臣只知道天道，不管民心。天意如此吗？陛下自以为两全其美，却不知这恰恰暴露了他的软弱和虚伪。允文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叔叔了。朱棣眼中最后一丝温情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寒意和冲天的杀气。传我将令，即刻召集3护卫将士。就是这道诏书给了朱棣完美的起兵借口，他以清君侧、护世子为名，挥师南下。不，这个蠢货，咱让他杀人，他玩这套。朱元璋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，他本想拯救，却亲手点燃了导火索。老朱，准备好，历史的车轮不会停下。下一站永乐巢。逆子，你可还认得咱？朱元璋见到了他一生中最像自己、情感也最复杂的儿子永乐大帝朱棣。你是何人？朱棣平静地审视着这个突然出现的老头。咱是你老子朱重八，逆子，见了咱为何不跪？朱元璋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回响，带着滔天的怒火和失望。我父皇早已见识，大胆，竟敢在此冒充先帝！冒充？我就是被你给气出来的！你抢了你亲侄儿的江山，如今睡得安稳吗？朕的江山是在死人堆里拼杀出来的，不是从谁手里抢的。朱棣的语气依旧强硬，寸步不让。建文无能，若非朕拨乱反正，这大明江山早已断送在他手里。哟呵，
好一个拨乱反正，好一个清君侧，自古嫡庶有别，不是靠谁的兵多，谁的拳头硬，谁就能抢的。朱元璋的声音如同重锤，狠狠锤在朱棣的心头。你之后，咱大明的皇子皇孙纷纷效仿燕王靖难，手足相残，骨肉相争。手足相残。朱棣想起了高煦的野心，高邃的觊觎，内心不由得一沉。朕在位一日，便无人敢生此妄念。朕的子孙也必将恪守本分。你还指望你的子孙？你迁都北平，号称天子守国门，听起来何等威风！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是将大明的国运，将咱老朱家的命脉，全都压在了北境这一条线上。朕在此便可保北境百年无患。你死了之后呢？一旦边防有失，敌军铁骑便可长驱直入，直抵京师城下。朱元璋的话像一把尖刀，插进了朱棣最为自傲的功绩之中。朕的后代绝不会是无能之辈，是吗？咱今天就告诉你，你这一脉将来会出一个叫朱祁镇的子孙，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听到蠢货二字，朱棣一股怒意涌上心头。放肆！咱还没说完呢，他还会完全信任一个阉人，叫王振，并且模仿你御驾亲征。朱棣他死死地盯着朱元璋，仿佛要将他看透。结果50万精锐大军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，这不可能！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砸在了朱棣的心上。他一生征战，最看重的便是军队和胜利。这还不是最丢人的，最丢人的是你那个叫朱祁镇的重孙会被瓦剌的军队生擒活捉，成了敌人的俘虏。这是诅咒，还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预言？咱大明朝的皇帝成了瓦剌的阶下囚，你这张脸，咱老朱家列祖列宗的脸都被他一个人丢尽了。朱棣，你告诉咱，你迁都守国门，就是为了让你的子孙把国门和自己一起送给敌人吗？老朱，时间到了。朱棣，你给咱记住，土木堡、王振、朱祁镇，大明的坟墓。等等，别走。时间到。逆子，那个逆子！朱元璋刚才与朱棣的对峙，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的精神。老朱，你生命力的消耗比预想的还要快。这么快吗？你的情绪波动太大了，所以咱能不波动吗？气死咱了！他不信咱，只信他自己。咱真想一巴掌拍死他。你已经尽力了，至少王振的名字已经扎进了他的心里。下一站，洪熙朝，目标人物明仁宗朱高炽。朱高炽，咱大明的希望或许就在他身上了。朱高炽，我操！你从哪里钻出来的？你谁人？朱高炽看着面前这个怪异的老人，你是何人？竟敢在朕的面前喧哗！哼，咱是你皇爷爷朱元璋。皇爷爷！朱高炽想起了父亲朱棣临终前提到的那个诡异的预言，难道说这世上真有先祖显灵之事？你爹那个混账，他一直瞧不上你。咱告诉你，咱瞧得上你。朱元璋语气中带着一丝罕见的温情和认可。你一登基就把你爹关起来的那些各旧臣给放了，又体恤百姓，减免赋税，比你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爹强上100倍。皇爷爷，孙儿无能。朱高炽委屈的像个孩子，他这一生从未被如此肯定过。咱今天来不是来听你哭的，是来给你续命的。给孙儿续命？没错，咱知道你是个好皇帝。但你这身子骨太弱了，你看看你，走几步路就喘。朱元璋痛心疾首地说道：“高炽，你给咱听好了，你必须活下去，不然大明朝难得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。”孙儿遵命，孙儿一定让太医多开些方子，好好调理。你给咱减肥，从今天起戒掉点心、吃肉，每天能走就别坐着，能站就别躺着。这孙儿遵旨。还有朱瞻基是不是快从南京回来了？是，皇爷爷，瞻基已在路上，不日即可达京。他身边是不是有个叫王振的太监？是，他因为犯错被发配了。瞻基念旧，这次回京似乎是想把他再调回来。糊涂！立刻马上找个由头把他发配南京看守皇城，永远不许他再回到京城。皇爷爷，这王振只是个太监，你爹朱棣就是听了咱的话，才对那个叫朱祁镇的蠢货和王振这个阉人有了提防。朱高炽心头巨震，他父亲临终前确实让他提防一个叫王振的太监，说此人会导致土木堡之祸。难道这都是真的？只要你办好这2件事，你就是我大明朝的功臣，咱在九泉之下也为你骄傲。朱元璋看着这个他最满意的孙子，多希望他能长命百岁。皇爷爷放心，孙儿一定照办。老朱，嗨，我这刚说上2句，下人，你看这回成了吧？高炽这孩子的心善又孝顺，他肯定会听咱的话。话音刚落，天幕上那条代表大明国运的曲线，竟真的出现了一个短暂而明显的上扬。涨了，涨了，咱的大明有救了！这是朱元璋穿越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声，98次的绝望，仿佛在这一刻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。虾人平静地看着兴奋的朱元璋，没有说话。希望的背后往往是更深的绝望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能改变他的决定，但你改变不了他的天命。他的阳寿快到了。虾人的话语像一盆冰水，瞬间浇灭了朱元璋心中刚刚燃起的火焰。你说什么？下一站，先德朝。哎，一天不玩蛐蛐就难受。朱瞻基，你听快话。
你们是什么人？如何进来的？与朱允文的惊恐不同，这位在靖难之役的战火中长大的皇帝，眼中更多的是审视和警惕。咱是你皇爷爷，咱是朱元璋。朕的皇爷爷早已驾崩多年，你们是哪个王府派来的刺客，还是江湖上装神弄鬼的骗子？咱看你才是大明江山最大的骗子！你爹朱高炽尸骨未寒，你就把他的话当成耳旁风了？朱瞻基惊疑地看着朱元璋，你怎么会知道先帝的遗言？咱亲口告诉他的，咱让他提防你身边的阉人，你却设了个内书堂，教这些没根的东西读书识字。朕设立内书堂是为了让司礼监能更好的批阅奏折，辅佐政务，有何不妥？不妥啊！咱当年费了多大力气才压制住宦官，你现在亲手把刀递给了他们，朕信得过他们。他们自幼入宫，无亲无故，只能依靠君王，是最忠心的奴仆。我尼玛！忠心？你信他们，还最相信王振？你究竟是谁？为何对宫中之事了如指掌？王振是我还是皇太孙时的东宫旧人，也是最信任的内侍。咱是你皇爷爷，你爹没来得及处理干净的祸根，你又当个宝贝捡了回来。先帝临终前确实让我务必提防王振，说他心术不正，久必为患。难道？咱告诉你，你也是个短命的，你活不了几年了你。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有话好好说，你咒我干什么？咱是不是咒你？你心里清楚。你死之后，你那才9岁的儿子朱祁镇就要即位，一个9岁的娃娃能依靠谁？到时候王振就会成为他唯一的依靠，他会一步步把你的儿子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傀儡，他会怂恿你儿子御驾亲征，最终在土木堡断送我大明50万精锐，而朱祁镇被瓦剌人活捉。土木堡，皇帝被俘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可和父皇的遗言，强烈的震撼与身体的不适，让这位一向沉稳的皇帝再也无法保持镇定。来人，来人啊！给朕嗨彻查司礼监太监王振，查他的一切，快去！朱元璋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满眼惊恐与决绝的孙子，眼中是无尽的担忧和无力。詹基，记住，在你死之前，一定要除了王振这个祸害。老朱，他的结局已定，我们该走了。皇爷爷，别走，他会杀了王振的，对不对？朱元璋紧张地问着虾仁，像是在寻求最后的确认。不。下一站，正统朝。你就是那个要葬送咱大明江山的蠢货吗？你是何人，竟敢在朕的面前大放厥词？少年天子朱祁镇努力做出威严的样子。大胆狂徒，来人护驾！王振尖着嗓子叫喊，但周围毫无反应。我操！虾仁，为何这阉人能听见咱说话？8个了吧，也可能只有他能听得见。咱看谁敢动！咱是你的祖宗朱元璋。皇爷呀，陛下，想必是先祖在天有灵，见陛下英明神武，刻意显灵来激励陛下的。王振脑子一转，立刻将这诡异的场面扭曲成了一场祥瑞。激励？咱是来敲醒你这个蠢货的脑袋。你可知道，王振是会毁了你，毁了大明的阉术。你爹没来得及杀他，结果被你当成了宝。不许你污蔑王振，他是朕最信任的人。哎呦，老奴惶恐，先祖爷，您看，您一定是误会了，老奴对陛下的忠心那是日月可见啊！你给咱闭嘴！朱祁镇，你是不是听了这个阉人的蛊惑，要御驾亲征去打瓦剌？我大明国力强盛，兵精粮足，朕该御驾亲征，扬我国威。朱祁镇意气风发地说道，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凯旋而归的场面。你连仗是怎么打的他都不知道，你拿什么去扬国威？你这是去送死！咱告诉你，你会被瓦剌打得一败涂地，50万大军会在一个叫土木堡的地方全军覆没。陛下，您听，先祖爷显灵，连您将要出征的兵力都算出来了，此乃天意，预示着您将统帅50万大军，建立不世之功啊！王振立刻抓住画笔，将朱元璋的警告曲解成对朱祁镇的赞美。不错，50万大军，皇爷呀，您看，连您都觉得朕能调动50万大军，此战必胜。